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讲的是我与地坛。在某个深夜，你是否也会反复思考，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在我与地坛中，那个双腿瘫痪的年轻人，在一座老园子里用10几年想通的事，说不定能帮你解开心里的结。在开始之前，想先跟大家说说史铁生这个人，了解他的经历，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我与地坛里的每一句话。史铁生1951年出生，年轻的时候是个特别爱运动的小伙子，篮球打得尤其好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我在体育上是有些天赋的，曾梦想成为一名运动员，可命运偏偏开了个残酷的玩笑。1972年，他21岁的时候，因为腿疾突然瘫痪了。21岁啊，正是人生最张扬、最敢闯的年纪。突然，只能坐在轮椅上，连走路都成了奢望。换作是我们，会是什么感受？我想大概率是崩溃、绝望，甚至会怨恨命运不公。史铁生也一样，他把自己关起来，脾气变得暴躁，对生活失去了所有信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北京的地坛公园成了他的避难所。地坛公园不是普通的公园，它是明清2代皇帝祭祀地神的地方，有几百年的历史，里面有很多古老的建筑、参天的古树。史铁生家离地坛很近，从他住的地方出发，摇着轮椅几分钟就能到。从瘫痪后的第2年开始，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地坛，有时候一待就是一整天，从清晨待到日暮。这本《我与地坛》就是他在地坛公园里看着园子里的一草一木，来来往往的人，慢慢想明白生死，想通人生的过程。所以读这本书其实不是在读一本普通的散文，而是在读一个人如何从绝望中爬起来，如何与命运和解的生存指南。书里最核心的内容其实就是2个字：和解。与自己的残疾和解，与母亲的离去和解，与命运的无常和解。史铁生在书中写道，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，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，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。这句话里的宿命，不是说上天故意安排他瘫痪，故意让他遇见地坛，而是地坛的荒芜与生机刚好对应了他当时的心境。园墙在金黄黄的空气中斜切下一道阴凉，我把轮椅开进去，把椅背放倒，坐着或是躺着看书，或者想事，撅一插树枝，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。这里的荒芜与生机，其实就是史铁生对生命的第一次思考。他看到地坛虽然老了破了，但并没有死去，墙根里有野草在长，树林里有鸟儿在叫，小昆虫在到处爬，这些微小的生命都在努力活着。那他自己呢？虽然腿不能动了，但他还有手，还有脑子，还有感受世界的能力，为什么不能好好活？可能有朋友会说，道理我都懂，但真到自己身上就是过不去那道坎。史铁生也不是一下子就想通的，他在园子里待了10几年，每天都在观察，在思考。他写园子里的人，有晨练的老人，有谈恋爱的年轻人，有推着婴儿车的母亲，还有一个经常来唱歌的小伙子。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看似平淡，却都在传递着一个信号，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很平常也很珍贵事。说到这里，就必须提书里另一个最重要的人物，史铁生的母亲。如果说地坛是史铁生的精神避难所，那母亲就是他的生命支柱。史铁生瘫痪后脾气很坏，经常会对母亲发脾气，有时候母亲想陪他去地坛，他还会不耐烦地赶母亲走，但母亲从来没有怪过他，总是默默地照顾他，担心他。史铁生每次摇着轮椅去地坛，母亲都会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，直到看不见为止。有时候他在园子里待得太久，母亲就会悄悄走进园子找他，怕打扰他思考，又怕他出意外，只能茫然又急切地在园子里转来转去。史铁生知道母亲在找他，但他故意不吭声，现在回想起来满是愧疚。后来母亲患上癌症，身体越来越差，
但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史铁生。在他去世前，还在跟亲戚说：“我那儿子他心里苦啊，你们多帮帮他。”母亲去世后，史铁生才慢慢明白，母亲的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，而是藏在每一次沉默的注视里，藏在每一次悄悄的牵挂里，藏在每一次包容的退让里。他在书里写：“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，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，羞涩就更不必。我已经懂了，可我已经来不及了。”这句话里的遗憾，相信很多朋友都能感同身受。我们总以为父母还年轻，总以为有很多时间可以孝顺他们，可往往等到失去了，才发现自己欠他们太多。母亲的离去，让史铁生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他不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，更是为了母亲的期望活着。他开始拿起笔写作，把自己在园子里的思考，对母亲的思念都写下来。写作对他来说，不是为了成名成家，而是为了不至于自杀，为了活下去，为了使母亲欣慰。书里还有一个核心观点，史铁生说，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很多朋友第一次看到这句话，可能会觉得有点悲观，但其实这句话里藏着最通透的生死观。史铁生不是不怕死，而是他想明白了，死是每个人最终的结局。既然无法避免，那不如好好活在当下，把活着的日子过出意义。就像园子里的那些古树，他们经历过风雨，经历过战乱，见证过朝代的更替，但他们依然努力地扎根生长，每年春天都会抽出新芽。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长度，而是厚度，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经历了多少，感悟了多少，付出了多少。书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，就是苦难与救赎。史铁生说，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，就像地坛会经历风雨侵蚀一样，人也会经历各种挫折，但苦难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被苦难打垮，失去活下去的勇气。而救赎不是靠别人，而是靠自己，靠自己的思考，靠自己的坚持，靠自己对生活的热爱。他举了自己写作的例子，刚开始写作的时候，他写得并不顺利，经常被退稿，有时候写着写着就想放弃，但他想到地坛里的那些生命，想到母亲的期望，就又重新拿起笔。慢慢的，他的文章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，他也通过写作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可能有朋友会说，我没有史铁生那样的苦难，也不需要救赎，这本书对我有用吗？其实很有用。我们生活中虽然没有那么沉重的打击，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烦恼，比如工作不顺心，觉得自己的努力得不到认可，比如和朋友闹矛盾，心里很委屈，比如觉得自己很普通，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，对未来很迷茫。这些烦恼其实都是小苦难，而面对这些小苦难，只要像地毯一样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不管是破败还是光鲜，都是自己的一部分。像母亲一样包容自己的情绪，允许自己难过迷茫，但不要一直沉浸其中。像园子里的那些普通人一样，认真过好每一天，哪怕日子很平淡，也能活出自己的味道。书里还有一个细节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，史铁生在这里待久了，能准确地记住园子里每一朵花开放的时间，每一棵树发芽的样子。他说，因为这园子，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。这句话不是说他感谢自己瘫痪，而是感谢命运让他有机会静下心来观察这个世界的细微之处，感受生命的美好。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，每天早上匆匆忙忙上班，晚上匆匆忙忙回家，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看看身边的风景。比如路边的小草发芽了，比如天上的云飘成了好看的形状，比如家人做的饭菜里藏着的爱意。我们总是在追求更好的房子，更好的车子，更高的职位，
却忘了生活的本质其实就是这些细微的美好。史铁生在书里写，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变为永恒，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，大可忽略不计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宇宙一直在运转，生命一直在延续，每个人都是这其中的一部分。不管你是平凡还是伟大，你的存在都有意义。所以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不用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只要你在认真活着，在努力热爱生活，你就很珍贵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，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史铁生没有给一个标准答案，因为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，但他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们，活着就是为了体验，体验快乐，也体验痛苦，体验得到，也体验失去，体验平凡，也体验精彩。活着就是为了爱，爱自己，爱家人，爱身边的人，爱这个不完美但很美好的世界。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今晚讲的内容有点沉重，但我想告诉大家，我与地坛不是一本让人难过的书，而是一本让人充满力量的书。它让我们明白，不管生活给我们多少打击，我们都有资格好好活着。不管我们有多普通，我们都有自己的价值。不管我们经历过多少遗憾，我们都可以从现在开始珍惜当下。如果你现在正经历着低谷，觉得撑不下去了，不妨想想地坛里的那些生命，想想史铁生的坚持，想想自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他们都在默默支持你，都希望你能好好的。如果你现在觉得很迷茫，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，不妨静下心来，看看身边的风景，做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慢慢就会找到方向。